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现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今天请来的是来自百合网婚恋研究院的院长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周老师。来自华谊家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吧，各位请看。自从我和他在一块儿之后，他什么都要管我，我在干什么，跟谁联系，说了什么，他都要知道。我最初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只因为他前女友背叛了他。可是他前女友的过错，为什么要我来承担？我真的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样的伤会影响到现在的这段恋情？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凡25岁，来自山西广告策划；女嘉宾小杨22岁，同样来自山西服装导购。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恋爱了？快1年的样子。以前那段恋爱谈了多久啊？半年多吧。说那段恋爱对你这段恋情影响特别大，是吗？也不至于特别大吧，但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那段恋爱怎么了？我的女朋友可能就是在那段恋情中有了其他的心仪的对象，用现在通俗点的话说就是劈腿了呗。啊，那不就分开了吗？对，分开了。那不就过去了吗？对，你过去了吗？基本上过去了。那你干嘛对这姑娘那么严苛呢？是有点，但是没有那么严格。没那么严格。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管理这姑娘的，让姑娘自己说吧。就是我做任何事情，他都要怀疑我。我出个门，他要问我几点出门，几点回家的，我吃什么了，喝什么了。现在严重到我交个朋友，他都要限制。可是问题是你那朋友真的不是什么好人呢。我那朋友挺好的，然后他性子比较直啊，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和直性子的朋友。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生。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他给我打一电话，经常说风凉话，就说我们在外面招摇啊、疯啊、野啊。我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老朋友，逛逛街、喝喝咖啡之类的。可是你那个朋友浓妆艳抹，看他抽烟那样，他像好人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时间长了以后，你也会变成他那样。我不希望我的女人是这样。就是为人家化妆，女生抽个烟，但首先要说，抽烟这个行为特别的不好，有害于自己的身体，还污染环境。当然我也检讨，我也抽烟啊，但是抽烟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个坏人吧？你跟那个女孩当面的接触过吗？就是她带着我见了2、3次的样子。啊，怎么样？我们之间聊的话题就是她比较多一些。哦。他是聊我，他就聊我以前的男朋友，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搞得我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特别尴尬。我毕竟是和他朋友第一次见嘛，共同话题可能只有他，我想更好的去了解他。那你问他就得了嘛。这个有时候情侣之间有些话的话，可能不是特别方便说。那你当着我面问我朋友，那不是一样的吗？那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他经常管我，出个门他让我20分钟打一次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说一下我跟哪个朋友在一块儿，我那个朋友的名字、家庭地址，然后都要说。有一次我在 KTV 的时候，我没有听见他电话，他直接跑到 KTV 楼下就跟我大吵大闹。哎，你干嘛不带着他一起去啊？
但是他见过朋友，然后他就老是不给我面子，说我这个朋友不能交，那个朋友不是很好。其实我们在一块儿挺多年的了，都玩得挺开心的。啊，那你要跟男性交往，现在看来就不太可能了，是吧？我指的是他把我正常的。男性的朋友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他现在不能跟男性朋友交往，是吗？可以，不是不可以。那你干嘛把人都删了呀？那是因为有一次吃饭嘛，然后我不是跟他一个同事互粉了一下微博。我有次刷微博的时候就看到一张图片，他们公司的一个年会，我当时就看到图片里面他们部门的领导跟他搂着肩膀，就是表情特别暧昧。因为这个东西给任何一个正常男人都是零容忍，所以当时的话就跟他吵了一架。你是在跟他吵架吗？但是说他当时就要跟我分手。肯定我不能容忍你把我手机摔了还逼我辞职，然后你就言语上对我的攻击，对我侮辱，你说我生活不检点，然后说我勾引我的男领导，其实就是搭着我肩膀说你点什么歌呢？这没什么呀，确实有一点误会啊。所以说后来的话，我也跟他道歉了，手机也给他买了个更好的。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把我的那个微信和微博都在他的电脑上复制了密码，然后同步了。他知道我是清白的，知道我和异性接触都很有距离。他侦查你啊？侦查我。哎，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他，我能先问问吗？可以。我没有对你的不尊敬啊。我直接问了啊。可以。哎，你搞清楚他谈过几段恋爱了吗？搞清楚了，有3段恋爱。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是通过他的朋友嘛，然后之间就是有过交流啊。那他现在跟他的前男友还有没有往来啊？你搞清楚了吗？这个也搞清楚了，确实没有。你是怎么搞清楚的呢？就是可能这个方式不是特别合适吧。你说说。我当时就是把他的这个就是 QQ 同步了一下。因为当时确实是因为我们有那件事情。就上次那个照片的事情是吧？就是心里有一个疙瘩，所以说是我就把这个事情彻底的调查了一下，还调查了一下啊！这个兄弟还挺有意思的啊！一般大家都不想知道，过去知道那么，他特别想知道。他经过就是同步这个查到我以前就是和他在一起之前的一个男性朋友，都不是说男朋友，给我留了几段言，然后我们互动了一下，他就特别不能忍。一直逼我跟人家打电话绝交，还要开免提，然后我已经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了，他就给我所有女性朋友打电话，要这个男生的联系方式，要下来之后，我给人打电话，人家还一头雾水，人家说你这么久不联系，你突然说一这个事情，之后传到我朋友圈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自作多情，是我是神经病一样，就感觉可怪呢。但是你不是还坚持跟他好吗？是因为他真的把我的生活搞得挺糟的，然后我朋友都不怎么跟我来往了，我现在就只剩他了。那他的那些朋友呢？你们接触吗？接触过那么几个吧，但是他的朋友他都不信任。有一次他朋友然后过来找我们去一起出去玩，看个电影啥的。看电影。我出门的时候跟他说，哎，这个裙子好不好看？他竟然说我是问他朋友了，因为他俩在一块儿，他就是疑心病、小心眼嘛，他就。误会了，我们路上哄他，他也没有一点笑容，然后直接进了电影院就坐下了，我就挨着他旁边坐，他朋友就自然的就坐我旁边了。等于你坐在中间了。对，然后发火了，他说我坐他朋友旁边，他说我不懂分寸。我刚坐下，他蹭一下就站起来走了，然后我出去追他，他就说我勾搭他朋友。你完全可以跟我说一下，是吧？让我跟你换一个座位，因为你俩都是我的朋友，你俩应该坐在我的两边，对吧？来得及吗？那么快，你刚坐下直接就扭头走了，来得及吗？因为你当时就没有任何就是问我的这个举动，对不对？你知道3个人肯定你应该坐中间，他就肯定坐不到两边，你自己要坐一边嘛，人家肯定坐中间。哎呀，在我个人的认知里面，我基本觉得这已经是极限管束了。这根本不是极限，你知道他查我手机怎么查吗？1天3餐都要查，晚上还要抽查。然后我跟我闺蜜打一电话，她让我开免提，让她听着。我和我闺蜜连点隐私都不能有。我在她面前跟我父母视频一下，她还要在旁边一直指指点点。其实之前也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有一次她不是爱逛商场吗？就是她辞职之后就挺爱逛商场的。她为什么辞职？就是上次那个照片那个事儿。辞职了。对，我觉得那个环境不适合。照片事件的上半部分。他给我辞掉的。他给我辞掉的。厉害厉害。可是我觉得当时是这个环境不太适合他。我希望他找一个更好的平台。那也不是你去给人辞职啊。只不过后来这个事儿，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他逛商场这个事儿，回来的时候拎了一个特别贵的包，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他辞职有段时间了嘛，就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去买这样一个东西。我就问他，我说就是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当时他就一口咬定这个东西是他自己买的。我当时和我母亲一起去逛商场的。我平常不买奢侈品，我是真的是特别喜欢那个包，而且看了很久了，正好打折嘛。辞职之后我还有一定积蓄，然后问我妈拿了点钱，我就买了。他竟然就是回来让我给我妈打电话证实这件事情，我就给我妈打了，他还说我和我妈联系回来骗他，对我妈特别不尊重。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背景，就是因为阿姨特别反对他买奢侈品，偶尔一次我家人也不反对好吗？所以说当时我也是气不过，所以才让你跟阿姨打电话求证的。那你对我爸妈不尊重，你还背着我去参加你爸妈给你安排的相亲，那你怎么跟我解释？你连我都不介绍给你父母认识。我是想的是过一段时间，这个就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父母这块安排一个相亲对象，不好意思直接去反驳他们，对吧？敷衍一下就可以了。我又没有就是真的怎么样。那你和你那相亲对象一直底下聊微信，他说他喜欢你，你也没有说是跟他断了来往呀？就是喜欢这方面，我很明确的拒绝他了。拒绝了还要来往？那是因为很凑巧的哈，就是这个女孩是我们客户，我们聊的顶多也就是业务。聊聊喜欢也是公司的事儿，我真不相信。姑娘，我觉得这事儿吧，你也别捕风捉影。我觉得有件事儿你做得非常不好，你应该到他公司去跟他公司说，他不适合在这个公司干了，因为他的一个女客户是他相亲的对象。小伙子，我说的对不对？对吧？他的辞职是因为不是你的辞职也一样啊，他的辞职是因为他的上司老板，你觉得好像他们关系不清不楚，对不对？是你觉得，所以你给人辞了。现在人家姑娘觉得那个客户又是你公司的客户，他帮你去辞个职也没什么，你觉得呢？我觉得真不存在这个。存在，怎么不存在啊？辞不辞啊？这肯定不辞啊。他要给你辞了，你怎么着啊？那肯定不会。为什么呀？因为他善良，所以你就可以欺负他，是吧？并没有欺负他。你还要怎么欺负一个女人呢？你去替他辞职，你监察他手机的各种内容。他还要求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就是给他录音回来抽查。录音回来抽查？对，就是这么。姑娘，你怎么还不走？你应该有多快跑多快，有多远去多远。你到我们这儿干嘛呀？因为我没有朋友了，我现在真的就是只有他了。我真是希望他能改，他要真心能改的话，我还是挺想和他在一块儿，对我挺好的，就是管我。好吧，老师们，你们说怎么着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现在你有工作吗？不是已经辞职了吗？啊，现在没有工作，在家呢。多久了没有工作？3个多月了吧。3个月没有工作，你在家做什么？就是逛逛街，要不然就是，去我妈那儿。你没有找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害怕，万一我又找一工作，有个异性朋友他都会，就是一直跟我较这个真儿。你愿意让你的女朋友去找工作吗？那是肯定的。那你也没有帮她一起去找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这段期间，就是他也没有明确说是要再找工作。我的经济实力的话，应该负担我们2个的生活，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说是我也没有逼他找工作怎么。你每个月会给他多少零花钱？刚开始的时候吧，比较多，3、4千的样子。1个月给姑娘3、4千零花钱。对，这个是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现在变1天30，是因为他害怕你把钱乱花，所以变1天30。就是因为那个买了个包，然后他就不相信我，然后之后就限制我的经济。我就是希望他能改，以后不要。他永远改不了。我们要把一个罪犯送到监狱去，目的是为了让他改造好，出来能够堂堂正正做一个人。现在你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但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出狱，因为你的罪行他可以任意帮你添加。而且到现在为止，你自己也不愿意出来了。有人共吃，有人共穿，不工作的话，拿着3000多块钱还真舒服。但是今天1个月3000多的生活费变成了1天30，也就相当于1个月只有不到1000块钱了。所以姑娘，你是为了更加不受束缚，让你能够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堂堂正正的人，还是你今天是来讨要他给你的一个生活费的？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一个女孩如果真的认为这个男人把自己的生活已经管束的来，自己没有一点点自由，没有一些朋友了，你就走啊！
你为什么不可以凭自己的劳动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呢？把你当做一个真正堂堂正正人的男人，才能够资格跟你谈恋爱啊。同样对男孩来讲也是一样的，爱情不是要逼着一个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爱情其实应该是找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人，过大家都愿意一起过的生活，何必强求的改对方呢？改来改去多累呀！你爱他吗？爱。你只能骗他，你骗不了我。你对他的只有2个字儿：占有。而你占有的方式极其恶劣，你是毁掉他周围所有的社交的这些关系，导致他只有你，只能找你。你不让他交异性朋友也就罢了，同性朋友也不能交。人家自己有份工作，让你给生生给毁了。人家的母亲，你也不够尊重，谈什么爱呢？就是占有，贼喊捉贼呀！一边说你有可能有外心了，一边呢，自己去相亲了。哎，你明白了吗？他爱谁呀？目前为止啊，他只爱自己，把你当成一个自己的占有品而已，还不跑，早就应该在生活当中逃得远远的。男生，你干嘛要去控制他，去调查他呢？没有去控制和调查。这还不叫控制吗？我们听得真真的，你这还不叫控制吗？既然你去调查他，一次次去证明他，去羞辱他，你干嘛还跟他在一块儿呢？一开始我本以为是一个情商的问题，就当着他朋友的面问他的前男友，我可能以为是这个男生不太会说话，但后面事事都说明，你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先把自己洗刷刷干净，才有资格去调查和评判别人。我想告诉你的是，实际的心理案例证明，彻底的被控制，结果就是彻底的被抛弃。很多女生都会说，他除了调查我之外，百般控制我之外，他其实对我挺好。基本上这样的类型的人都显露出2种个性：第一是百般的控制，第二是百般的温柔。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他所有对你的好，都是建立在对你控制的基础之上。一旦你脱离了他的控制或挣脱他的控制，他的那些温柔将荡然无存。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容不得人的人。一个人真正的对另外一个女生好，最起码的是尊重，不会去帮她辞掉工作，不会往她身上泼脏水吧，爱屋及乌，应该尊重她的父母吧，尊重她的朋友吧，这些所有都没有，所以只能证明他那对你的那些好是为了要控制你，而不是为了你的好而好。你不能因为小温柔而跌入大陷阱，不明的是非。你刚才听你自己说的那番话，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我只能依赖他。自古以来，我们把女人对于男人的依赖美化了，觉得好像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依赖，其实是对于爱情的一种赞美，错误。你可以对他依赖，但并不在于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连基本的社会关系都没有。这样的男人，你认为他是爱你吗？你今天唯一要做的就是转身就走。听明白了吗，姑娘？听明白了。真明白了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哈？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世界上面不怕没有朋友，因为当你独立的时候，你有自尊的时候，你向上的时候，你的周围都是朋友。当你连自己都没有的时候，哪来的朋友啊？不要再迷失了。如果你内心还残存一些做一个女人独立性的东西的话，我希望一会儿她能醒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误会。我希望就是在之后的生活里，咱们都可以更好的去体谅彼此。我也会努力改掉这些坏习惯。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回去。你真的能改吗？可以的。那我回去用同样的方式跟你试试。我也监控一下你呗。我只希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好吗？过去的咱们就不要再想，再去提，它已经过去了。我觉得从明天开始可以开始新的一天，更好的一天，是吧？你能坚持多久？
你回去能带我见你父母吗？可以。哎呀，气死我了！过去能过去吗，兄弟？能行。能行啊。从哪天开始算起啊？从今天吧。那我看不行。等姑娘把那几件事都完成了，咱再当她过去，可以吗？她帮你去把工作辞了，她把你的所有的男朋友和女性朋友全部轰出你的生活，你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咱再让她过去，可以吗？可以吗？哼，两位请回吧。哎呀，请关门，请关门。哎，我读广告吧，读广告可以平复一下情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到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您来拿。还是呼吁一下吧，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奢侈品，它需要你有独立的人格，这是最基础的。它需要你懂得尊重。懂得爱，否则你别触碰，要不然对这2个字挺辱没的。看看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吧，请开门。要保湿医美为赖，请开门。都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像这样的事儿。见一个拆他一个都不为过啊！谢谢3位老师吧，拆得好。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年轻的女性朋友啊，以此为。我和他是初中同学，我从初中就一直喜欢着他，就一直追着他，但是他没有同意。他追了我有3年多的时间，刚开始我是拒绝他的，后来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我本来以为和他在一起会很美好，但真没想到他是个暴力狂，动不动动手打人骂人，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他。他每次都说我打他骂他，但是每次都他做的不对，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反正这次我是绝对不会跟他分手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请上这对虐恋小情侣吧，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磊22岁，来自安徽，是一名厨师；女嘉宾小华22岁，来自安徽，现在的职业是营业员。来，有请2位。哎，你现在几级厨子？2级。拿手菜是你们安徽菜、徽菜还是本帮菜？川菜啊！川菜。你川菜呀？对。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女生，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他就是老要跟我分手，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哦，大家慢慢听啊，他们这段特别曲折。我们先从认识开始说起，好不好？好，我和他是从初中开始认识的，同班同桌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每天上学不是骑车去上面啊，冬天嘛手上会有冻疮。他呢又做我同桌，也是那个时候跟我像铁哥们一样，他性格大大咧咧的啊。然后每天上晚自习的时候会给我暖手，给我揉冻疮嘛。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碰到女孩子的手啊，就心里面会有悸动嘛，对她有点感觉啊。但是他考完了高中，他还在上学，我也来到上海上班了啊。但是我还是忘不了他吧，还是一直追着他，但是他一直没同意。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上高中嘛，一心就只想着学习，我就没同意跟他在一起。然后之后我高中毕业考上大专之后，我感觉能跟他在一起了，我才同意跟他在一起。哦，大专学的什么专业？药剂。啊。到了大专之后，在哪儿读书呢？安徽还是上海？安徽。你在安徽读书，你在上海工作，是吧？对。那你们俩算异地恋，对吗？对。怎么样啊？这段时期？那个时候我想着嘛，跟他在一起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吧。我想我那么喜欢他，可是没想到在一起了呢，每天都是因为一件小事吵。那我那时候跟你吵，还不是因为你老是怀疑我吗？老是怀疑我嫌弃他学历低，然后就是会把他甩了，跟他分手。那我还不是因为在乎你喜欢你我才那样的吗？那你那时候在乎，你那时候是管着我好吗？他那时候还把我 QQ 密码要去了，然后就是我跟谁聊天聊的什么，他每天晚上都要查一下。那你自己不一样，把我的 QQ 密码也是拿着，然后天天看我的 QQ。那要不是因为你把我的要求，我会要你的吗？这事儿就过去吧，就互相虐着，但是还没分手，是不是？没有。他就毕业了，对吧？毕业之后呢？我想到可能就是因为异地恋一直在吵嘛，我想他来上海跟我在一起上班，就是会减少点矛盾嘛。可是他来了之后呢，每天还是一样在吵。他那时候明明就是骗我来上海的，好吧？
那时候我就是快毕业了，家里就是在医院给我找个挺好的工作，那个收入也挺好的。他那时候就非让我来上海跟他一起上班，我就不愿意来，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来就跟我分手。那我还不是为了咱俩能在一起才那样的吗？我骗了我父母，我就跟你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你说你给我找个挺好的工作，我来3个多月了，你一份工作都没给我找到。那你没找到，我又不是没养着你，有让你吃苦，有让你受委屈，有让你干什么吗？你还没让我干什么？我那时候没工作，然后就每天在家里，他每天就让我做家务嘛，然后我就是不喜欢做家务，我不做他就跟我吵。我每天做厨师都很累嘛，每天我做完回家了都那么累了，一开门屋里面乱七八糟，一天到晚在家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做个家务你都做不了，那我有你和没你有什么区别呢？家务还要我自己做，那我还要你干嘛嘛？你看他每次都这样说，每次一吵架他就这样说，说我要你留干嘛？那我本来有一份挺好的工作的，收入也挺好的，还不是因为你我才来到上海的吗？你现在就跟我说这样话，你要我留干嘛？你要我就留做家务的吗？那我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什么了吗？上次也是就是跟他因为做家务吵了一架嘛，他呢随手抓什么东西都往我身上扔。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动手打人吧？那时候我可气了，他冷不丁跟我来一句我要你留干嘛？他说什么话伤到人他都不知道。这样上一次我不是下班比较晚嘛，做兼职，然后我就让他来接我回家，然后晚上我害怕，他不但没来接我回家，还送别的女孩子回家。那女孩子她也是认识的，你又不是不认识，而且那天我是公司在聚会，那个女孩子她当时喝醉了嘛，然后就让我送她回去，我当时也答应了。难道那个聚会上就你一个男人吗？就你能送吗？那我当时不是觉得嘛，让你自己回去有点对不起你。我当天晚上不是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回去呢，可是一开门，你呢，你什么问都不问我，你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还把我冰淇淋扔地下了。我当时气不过跟他吵2句，他当时旁边有个热水壶，里面的是开水，刚烧开的，他拿着直接往我身上泼。我当时因为我根本压根躲也躲来不及了，当时右腿嘛，整个就被烫了，我当时动都动不了，现在还有好大一块疤，你知道那什么感觉吗？那我那时候不是。我也知道那时候挺冲动，但是我要是被一个男生大半夜的被送回来，你心里怎么想呀？那你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做那么过分的事吧？而且我发现你不止你有暴力倾向，你喜欢打人，你家里面有人喜欢打人，你哥也喜欢打人。打你了吗？你哥难道没打吗？上次就是因为定亲嘛，我父母跟他父母都说好了，第2天我们去送彩礼，可是第2天我们去呢，是他家没通知他哥，结果我们去了把我们轰出来了。那我哥那时候他也不是为了我好吗？那他自己妹妹订婚，自己不知道，心里不挺难受？而且订婚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2个人的事，你凭什么就怪我自己家里人呢？没通知也是你家的错啊，你凭什么迁怒到我身上呢？我什么都没做错，我还向他哥道歉，请他哥吃的饭。你觉得你哥那样做，你是不是在我心里留下一道疤？那我跟你道歉了呀，你没事你就把这事拿出来说，你就是小心眼子。那以前我感觉吧，他可能对我一些暴力行为，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嘛。但是我发现现在。我自己没做错，他也像打习惯了一样，还来打我。然后你像那个周末嘛，我想带他出去玩，小情侣啊出去玩不很正常嘛？可是他呢，就赖在家里面，死活不愿意动，哪里也不想去。那我那天我好不容易休息1天，我本来就想在家待着休息，是你非要拉我出去吧？我不愿意出去，你呢？你把我摔在地下，摁在地下，都不让我起来。我那是故意的吗？当时也是开玩笑的吧？你认为你是在开玩笑？那你知道你是一个男生，你力气有多大？我有多疼吗？他当时起来是什么样？他起来抄起那旁边有那个凳子往我身上砸，当时砸的我趴在地上好半天才起来。我身上起来之后呢，你要是不动手，我能动手吗？我又不是真，你知道在我身上留下多少条疤吗？而且不容易，不容易。而且我一而再再而三原谅你，我感觉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你虽然有暴力行为，我能改变你，而且我感觉你心里最起码有我。但是到后来，我感觉他不但打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事儿严重了啊！我那天在家歇班，是他的一个快递，我帮他签收的。我打开一看，是他的一个素描，发件人是他的以前追的他的男同学。那我允许你打开我快递了吗？我不打开，谁让你打开的？我不打开能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跟他断了联系呢，谁知道呢？谁知道情话都寄到家里来了？那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给我寄这个东西啊！你不知道他哪来的地址啊？那不是因为我们班里有个群，然后当时同学说留下地址互相寄一下万圣节礼物嘛。你还群？那你跟他私聊的时候呢？你跟他私聊还用暗语？你跟我谈这么多，你也没用过暗语。不，你怎么知道他私聊用暗语？什么样的暗语？我特好奇。哎呀，我怎么有这么一颗八卦的心呢？他当时就是我一登上去，他一发消息过来，他就发一个天长地久，我就莫名其妙天长地久，对，然后我就来句你有病吧，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嘛，然后他就不理我了。那是因为他
他每次登我 QQ 不查我记录嘛，然后人家一找我聊天就很普通的聊天，他就骂人家，人家不得不这样子呀。他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而且还订我婚了，他为什么一天找你那么多次？别着急，天长地久是什么暗号啊？天长地久全都没有。天长地久全都没有。如果接上全都没有，就接上了。对。哦，就是你是吧？因为人家那时候被他骂的，人家受不了了。真厉害啊！她明明知道你有男朋友那么长时间，那为什么一天跟找你那么多次呢？就是她闺蜜一天都找不了那么多次，她那个男的一天找那么多次。朋友之间聊天不是很正常，而且记录你都看到了呀。你跟他都用暗语，我还能看懂什么啊？那没用暗语之前呢？哦，那你好意思说？你就是你每次都这样，他不但不讲理，而且强词夺理，你还是个暴力狂。你要是不怀疑我会这样吗？是你自己小心眼，是你老挑刺。我以前还感觉自信的认为我能，就是把你改变的越来越好的，可是发现我不但改变不了你。你反而变本加厉的，我越来越被虐待，我真的受不了你。我问几个问题啊，最后那个亲到底定亲没定亲呢？定了，是因为我父母当时都不同意了，是我硬坚持下来的。现在是你不想跟他一起了，是吧？对，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就说不想跟他在一起了，我要退亲，但是他就一直来纠缠着我嘛，一直缠着我，所以我。来到这边呢，也就是直接做个了的，你也不要缠了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那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那当初是你追的我，你现在要跟我分手，而且每一次吵架又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双方造成的，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哦，好，姑娘问问啊，确实你每次跟他吵架都动手是吧？对，是他把我惹急了。哦，行，你现在就坚决要分手是吗？对，我感觉他脾气是越来越暴了，我一天比一天受不了他。啊。你舍得吗？有些东西该舍就得舍。哦，就以后当你这个找了新的女朋友，看到你腿上那道疤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她讲呢？做厨师被烫的啊？我不是做厨师吗？就说被烫的。这职业倒挺好的，那你胳膊上那个凳子挥起来那个疤，你怎么说呢？被我爸打的。啊？被我爸打的。你都想好了哈，姑娘。你们俩不分不行啊！你都当他爸了，你看看，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丘比特问卷。我想问一下，你们俩现在还在上海工作是吗？嗯，对。那还住在一起吗？住在一起。但是我就是现在就几乎就不怎么回去吧，比如说要深更半夜回不了别的地方，我才会回去一下。而我发现他在家的话，我宁可去网吧待一夜。这种状态持续有多久了？挺长时间了。你还在忍的原因是什么呢，姑娘？我不想离开他。你不想离开他？那你能理解你的未婚夫他的感受吗？他想象当中的，或者他最开始接触到了你，初中的时候两小无猜，两个人可以甜甜蜜蜜的说话。在你读大专的时候，虽然你们在吵架，但是我相信你们甜蜜的时候肯定会更多，因为两个人肯定会日夜思念。这是他所喜欢的你。但现在为什么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暴了？有可能你认为你自己为他付出了太多，但是有没有想过，当初选择去上海是你自己决定的，你选择了你的爱情。所以姑娘啊，我倒觉得这个小伙子他真的不想离开你。他今天在现场所描述的种种的你对他的恶劣行径，他是在笑的。他其实很想着跟你在一起，他不想离开。但是因为他怕了，我笑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这样子还能过这么长时间？但是人的积怨，你要知道，积怨攒得多了，它一旦爆发出来，那是你想象不到的。你是说他的积怨还是你的积怨？我肯定我的，我被打，他哪有什么积怨啊？你呀，对啊，说话真贱不离稀的。我发现有些人就是招打，是吧，姑娘？你看他点头，哎。你真的想打他吗？我不想打他，是因为他每次吵架说话太气人了，我才打他的。可是打他能制服得了他吗？他以前不是所以今天你要想好，姑娘，你今天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你的未婚夫能够跟你走在一起。但是你从台到现在，你内心还那么恨的话，他真的没法跟你在一起。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的挽回你的未婚夫的心的话，反省一下自己，打人打得那么狠，绝对不对。还有一个，爱一个人的话，你不能把你自己所有的要求都凌驾于他之上。那回过头来，我特别想要劝小伙子，你真的不爱他了？9年啊，比你做厨师时间还长。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们这一段感情说拆就拆了，说散就散了。我真的觉得你心里边还有他，而且很爱他，他也同样的。他不讲理，跟人家吵吧，吵不过就打。你以后还打人吗？不打。如果以后你们吵架，你们怎么吵呢？好好跟他沟通。但他不要把就是他，因为他讲话他难听，不要把他惹急了。你看还是要打，你们俩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太不合适。你看啊，一开始是单相思，她在你心目中是女神呐，你心里极度的不自信，因为你觉得自己可能学历低啊，承诺人家的没有做到啊，这么一个女神到了我这儿，我没有给她伺候好啊，本身你就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在对她，而她呢，对你种种的作为，她觉得自己吃亏了，她想象当中的你，跟现实的你完全不一样，跟你沟通又不畅，那只能拳脚相加了。而且刚才我一直在琢磨那个暗语啊，天长地久，全都没有。这些细节反映出你内心的真实状况，你对他是不满意的。其实你心里最大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是他说跟我分手？为什么是他？你在周围人面前觉得应该是我甩他才对，怎么居然他要甩我呢？心里极度的不平衡。你为自己之前的付出，包括你到上海，包括你现在所有种种的作为，你都归咎于他。所以这样你们的恋情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认清现实，她不是你心目中那个女神，她也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理想的爱人，何必在一起？我们现场把女孩子的暴力弱化到了极致。如果今天换了一个5大3粗的男人说这些话，用开水烫，用板凳砸，我想我们所有人换来的不是笑声，就是因为是站着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所以这些事儿我们一笑了之，却忽视了家暴的严重性。你看我刚才说家暴，后面还有人在笑，哎，家暴，一个女人能怎么样把男人打伤呢？但其实女人的暴力和男人的暴力不是一样的吗？一个女人如果有家庭暴力，最多是2点：第一，缺乏教养，要么就是一直以来她处于相处的上风位置，她始终认为自己应该是被仰视的，所以她才会动则骂，动则打。认清自己，别置气，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做一个决断。分手要分得干干净净，不分手要跟过去告别的干干净净，不要再伤害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挺不容易的。我知道我有时候挺极端的，脾气也不好，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改。你确定你能改？我真的改，我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和你好好沟通，我不会再动不动就动手打你了。你先别哭了，我考虑一下。亮灯吧，亮灯吧，啊！回去。请关门。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要保湿医美诗贝诗弹润保湿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请开门。嘿，请。来吧，各位，见证一下这对虐恋了9年的恋人是如何复合的，请见证。大家都知道，地球现在就像千疮百孔一样，就像我身上的伤口。但是我希望你能像太阳一样，我可以围着你转，但希望你能把你所有的光芒照耀给我。哇！亲一个，亲一个。哎，那个新娘，天长地久。
下半句是什么？天长地久，全都有了呀。天天都有。下一句是地久天长嘛？一直拥有。哎，可以，您有才气。下次我们去上海，请我们吃你做的菜，好不好？必须的，请你们。以后别打人了。不打了。真的？真的。回去把一位师送给大哥，大哥不找你们麻烦了啊。手拉手走吧。哎，还有一个问题，真的忘问了，就是你当年给他舞动窗的时候，是因为喜欢他，还是因为确实像他说的你是个汉子？真的是单纯的友谊。兄弟，你多心了，赶紧回吧，走吧。哎，你干嘛？看这个才叫高兴啊！祝他们幸福吧，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何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和女友虽然定了亲，但她一直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好，总想跟我分手，不分手就必须要这个要那个，我挺累的，但又下不了决心分手，我该怎么办呢？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回来。既然你无法满足你的前女友，不如早点分手。早点分手，好歹还捞点钱，否则的话倾家荡产。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栏目中，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居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